我要让我自己彻底解放。为何一个捍卫宇宙和平的奥特战士，最终却在既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的混沌中走向极端？他也曾身处光明，他也曾拥有羁绊，然而却都成为了他彻底堕落的关键。托雷基亚寓意疯狂的好奇心，其一生充满了哲学思辨与矛盾冲突。他与单纯追求力量的贝利亚不同，心中几乎病态疯狂的执念，注定了其悲剧戏谑的一生。这一期让我们走进托雷基亚的混沌哲学。在远古官方小说《托雷基亚物语：幽蓝魅影》中提到，托雷基亚与泰罗在年幼时就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羁绊，并且在长大后一起参加了奥特宇宙警备队的入队考试。然而在光之国中，蓝族多以科学家身份存在，与本就擅长战斗的红族有着天然的身体差距，因此托雷基亚遗憾落选了。虽然他加入了宇宙科学技术局，并且展现出身为蓝族强大天赋的科研能力，但无法与好友泰罗这样的光之使者共同战斗。托雷基亚心中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同时自己最尊敬的希卡利长官因无法守护住光明而坠入黑暗，让他第一次感到了光明的脆弱不堪，也在其心中埋下了黑化的种子。当他将此事吐露给泰罗后，泰罗却不能真正理解他的心理痛楚，而且泰罗的身份相比较他来说過於耀眼。大隊長を父に持ち、宇宙警備隊のエースに上り詰め、ウルトラマンナンバー6などともてはやされている君にまで、私は。虽说泰罗极力诉说着要保护托雷基亚远离黑暗，但这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中。泰罗过度的宣扬光明，却反而让托雷基亚对光明愈加的厌恶，这也让他重新审视光明与黑暗的定义。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之中，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光明与黑暗本为一体。于是他抛弃了奥特战士的使命，以及与泰罗的友情，离开了光之国，踏上了自己所追求的真理之路。在辗转之下，他来到了宇宙遗迹博尔赫斯，了解到封印于此的邪神格里姆德拥有着凌驾于光明和黑暗之上的混沌之力，是光明与黑暗的来源。因此相比较混沌，托雷基亚认为光明与黑暗根本毫无价值，于是他掘开了这座坟墓，将格里姆德封印在了自己体内。他也因此得到了混沌之力，不仅变身成为了全新的形态，而且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以及穿越次元的能力，甚至可以召唤并魔化怪兽。他也在这一条混沌之路上越走越远。可相比较单纯的炫耀武力，托雷基亚更擅长的是玩弄人心。他会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诱导别人主动堕入黑暗，蛊惑人心，阴险狡诈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为了否定奥特曼所谓的光芒与纽带，他释放了被艾克斯打进太阳中的虚空怪兽格利扎，成为了艾克斯 TV 的最终 BOSS。 他又蛊惑了宇宙魔女贼姆鲁纳乌，赐予了他将事物变成宝石的能力，导致他差点将新生代团灭。接着又修改了宇宙白细胞鲁格赛特的基因序列，将其变成了毁灭行星的灾祸生命体，直接导致了第一代罗布兄弟的战死。而在臭家兄弟获得罗布的力量，最终将鲁格赛特击败后，托雷基亚再次出手。他首先将目标对准了臭火海的铜窗户井，因其郁郁不得志，并且十分羡慕嫉妒火海的家庭背景，蛊惑控制他与其电脑中制作的怪兽黑利融合并实体化。与此同时，托雷基亚还将小鹿与佩加一同带到罗布所在的世界，并将佩加困于怪兽加恩 Q 体内，企图让几位奥特曼杀害自己的同伴。幸好杰德发现了佩加的呼喊声，并协同罗布兄弟将佩加救出。但为了继续挑拨这几位奥特战士，托雷基亚甚至企图策反陷入迷茫的火海。他召唤出机械哥莫拉，以霍斯特21星球上的皮古蒙性命为要挟，强制让火海做出选择。而作为奥特战士的火海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因此火海变身罗索之后，通过托雷基亚开启了次元通道，救助危难中的皮古蒙。可就在罗索击败机械哥莫拉变回火海之时，万万没想到竟被铜窗户井目睹了这一切，这更加加剧了护井的嫉妒之心。他利用托雷基亚赐予的力量变身成为怪兽黑利，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火海变身的罗索击败。于是托雷基亚继续安排黑利回到地球，让火海观看布鲁与杰德与黑利战斗的这一幕。在两奥发射光线令黑利爆炸的这一刻，托雷基亚蛊惑火海，就算没有罗索，他们依然能够守护地球。然而事实是黑利毫发无伤，并将布鲁与杰德打得节节败退。此时托雷基亚再次出现蛊惑布鲁，告诉他没有罗索的力量，你们无法保护地球。托雷基亚的这一波来回挑唆，可谓将阴险狡诈蛊惑人心玩得淋漓尽致。而杰德与布鲁也最终被黑利打回了人间体。然而托雷基亚还是小瞧了臭家家人间的羁绊，不仅将火海成功救回，并且臭家三兄妹融合成为当时新生代最强奥格罗布。强大的羁绊之力甚至与拥有混沌之力的托雷基亚势均力敌，并且最终压制住了托雷基亚。最终托雷基亚被格罗布与尊皇杰德联手击败。不过托雷基亚并未败亡，他的阴谋仍在继续。他复活了黑暗奥特杀手黑暗路基艾尔，艾塔尔加成为了自己的帮手，同时忌惮于格罗布的强大实力，
便让黑暗奥特杀手提前将赛罗以及格利乔囚禁，随后指派几人袭击各个新生代，吸收他们光能量的同时，制造出了黑暗奥特战士，只为了向奥特战士证明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拥有同等的价值。眼看自己的计划即将成功，但再次遭到了新生代们的合力破坏。在特内布里斯行星上，欧布、艾克斯以及杰德纷纷对战自己的黑暗对手，银河对战黑暗路基艾尔，维克特利对战艾塔尔加，罗布兄弟对战奥特黑暗杀手，而能量几乎耗尽的赛罗对抗着黑暗赛罗。新生代们起初落入下风，但在各自强化形态之后，纷纷战胜了自己的对手。而在暗处观察的托雷基亚也遭到了利布特的讨伐，两人随即展开了激战。但托雷基亚并不恋战，他释放能量，再次将被击败的奥特黑暗杀手以及黑暗赛罗复活，自己则通过次元之门离开，留下2只玉米棒子牵制住了利布特。但他不会想到泰罗会因此出现，并告知众人将能量全都传输到银河的斯特利姆手镯之上。于是银河发动新生代炸弹，终于将奥特黑暗杀手彻底终结。在赛罗将黑暗赛罗击败之后，托雷基亚的计划全部被破坏。此时托雷基亚也终于现身，毫不避讳告知众奥自己就是幕后黑手，并且将目标对准了泰罗和光之国。为了阻止托雷基亚的阴谋，众新生代开始追击托雷基亚，并且在众奥的围攻之下，终于将托雷基亚逼入一颗陨石之上。可没想到这竟是托雷基亚的陷阱。就在新生代发动攻击之时，托雷基亚突然消失，留给新生代的居然是满地的炸弹，众新生代瞬间被炸得失去战力。幸好此时泰罗以及泰迦风马泰塔斯及时现身，泰罗与托雷基亚这2位昔日的好友展开了大战。此时托雷基亚有了混沌之力，能够与泰罗打得游刃有余。而泰迦3人小队来到陨石上接应各位新生代，为了增加胜算，众新生代将自己的力量借给了泰迦3人小队。可万万没想到，泰迦3人小队不仅没给托雷基亚造成伤害，反而纷纷被其打成了光粒子状态。泰罗悲痛之下再次与其展开了大战，但2人最终也并未分出胜负。幸好泰迦3人小队并未消失，他们附身于地球人工藤优信，并在其体内待了12年，恢复自己的力量。同时优信能够通过托雷基亚曾经送给泰罗的泰迦火花，变身成为泰迦以及风马泰塔斯来守护地球的和平。但泰迦也成为了托雷基亚的头号目标。他幻化成人类状态雾奇，不断利用怪兽光界召唤出怪兽与泰迦3人小队进行战斗，并在泰迦战胜怪兽后，让其获得了对应的怪兽光界，引诱泰迦不断地借助怪兽的力量，从而让他逐渐陷入黑暗之中。而结果也正如托雷基亚所预料，泰迦在渴望强大力量的同时，慢慢被黑暗侵蚀，最终陷入其中，并从优信体内分离了出来。计划可谓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他再次小瞧了泰迦与优信之间的羁绊。虽然再次召唤出怪兽与优信变身而成的风马泰塔斯交战，但是被他们抓住机会进入到了泰迦体内，在3人的协力嘴遁之下，终于将泰迦从黑暗中拉回。而这股羁绊之力，竟让泰迦3重小队获得了新的3重斯特利姆形态，出场并瞬秒了暗夜毒牙和赫尔贝洛斯，这让运筹帷幄的雾奇大惊失色，气急败坏之下，立刻变身托雷基亚与之展开战斗。然而此时的泰迦小队早已脱胎换骨，在2方的光线对波之下，托雷基亚竟败下阵来。在变回雾奇之后，仰天大笑，竟然让一个渺小的人类拯救了黑化的泰迦，破坏了自己的完美计划。于是他将目标对准了优信，不仅开始接近优信，并且不断制造危机，危害优信身边的朋友伙伴，甚至引诱宇宙暴食怪兽乌拉来到地球，企图让乌拉吞噬一切，将世界变为虚无。优信等人不仅要阻止乌拉，还得面对托雷基亚的阻扰。不过终于抓住机会，发射光线将托雷基亚发射而来的光球一起推入了乌拉的体内，直接将乌拉给填饱了。乌拉的危机也就此解除。这阴差阳错间的胜利，竟让托雷基亚感受到了光芒的那一丝温暖。此时泰迦也试图唤醒托雷基亚，不管你怎么否认，你都是奥特战士，我们的使命是守护光明。我父亲说的那位离开光之国的朋友，就是你吧？如果你还想再一次守护光明的话。然而托雷基亚再次坚定了自己的混沌理念，已经决心一条路走到黑。但此时的他心态早已乱了分寸，望着光芒下的泰迦，在这一刻他似乎看到了泰罗的身影。在泰迦发射最终一击之下，托雷基亚张开双臂迎接这一道光芒。此刻的他似乎想得到彻底的解脱。在一阵剧烈的爆炸过后，现场早已烟消云散。原以为托雷基亚的故事会就此结束，可万万没想到，拥有混沌之力的托雷基亚并未消散，
那一道光芒使他体内的格里姆德封印松动，一半力量的格里姆德分离了出来。这位堪称宇宙诞生之前就存在的混沌魔神，可想而知会对宇宙造成多大的危害。众新生代得知之后，开始阻止格里姆德，并且以牺牲自己的变身能力为代价，终于将格里姆德封印在结界之中。但是结界的时限毕竟有限，在其即将解除之际，托雷基亚心中的阴谋再次浮现。而这一次，他将目标对准了泰罗。他在宇宙遗迹博尔赫斯告知泰罗，格里姆德将会破除结界，出现在泰迦所在的地球上，引诱泰罗前往救子。实则正是自己引导着格里姆德的行动。格里姆德降临之后，泰迦不敌之下陷入了绝境，泰罗也终于登场救下了泰迦。然而就在他使用奥特炸弹解决格里姆德之际，格里姆德顺势钻入泰罗的体内，成功附身。泰罗因此黑化，托雷基亚的目的也终于达成。你总算成为我这一边的了，老朋友。看来托雷基亚对于泰罗的执念是如此之深。为了解救泰罗以及摧毁托雷基亚的阴谋，众新生代集体集结，并通过此前借给泰迦三人小队的力量，成功恢复了变身能力。最终决战也终于展开。看着所有新生代都已到齐，托雷基亚也用怪兽光戒召唤出5头怪兽。一场大混战开始了。起初通过泰罗体内格里姆德的力量能够帮助众怪兽占得上风，然而众位新生代纷纷变身为究极形态，在5道究极光线的汇聚下，5头怪兽被全部击败。同时泰迦三人小队再次化身3重斯特利姆形态，在与父亲泰罗的奥特炸弹互搏中，也终于将父亲解救，格里姆德也因此分离了出来。托雷基亚看着这一切不可置信。此时泰罗再次劝托雷基亚回头，可他已经决心与格里姆德合体。他坚持的这个世界既没有光明也没有黑暗的理念，几乎贯穿了他的所有行动。在两者的合体之下，格里姆德终于化身成为完全体，强大的混沌之力直接将天空染成黑暗，并且将各个究极形态的新生代奥特战士一一击败。眼看到了生死存亡时刻，泰罗竟自身挡住了格里姆德的光线，让众新生代进行最后的融合。就这样，在各新生代将力量传输给泰迦之后，新生代的最强奥令加就此登场。其强大的实力几乎碾压了完全体的格里姆德，最终一发究极爆冲，彻底将格里姆德贯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托雷基亚出现。这一声泰罗是托雷基亚这一生悲惨执念的彻底解脱，也是对昔日好友的最后告别。托雷基亚的一生极具哲学魅力，从满怀希望到虚无悲剧，警示着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警惕偏执以及虚无的陷阱。